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马斯克的 Elon Musk 的 SpaceX 呢，本周上市了哈，估值1.77兆美元，定价135美元一股，那募得的这个750亿美金的资金，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有参与认购啊，或者说有进场去下单啊。那么先跟您分享一个数字哈，从1980年统计到2025年。美股所有 IPO 的统计的记录里面，上市第一天呢就冲进去的散户，大多数的下场呢是2个字：套牢啊。那么今天这集呢，不喊多也不喊空，是要把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 IPO 的剧本摊开来给你看。好，先把结论放在最前面。我认为呢 ，SpaceX 的股票是可以买的哦，但是一开始就买是危险的。为什么呢？我们就开始来聊一聊。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最后呢，有加料哈，所以会讲黄金白银跟很多其他的干货，建议您这个直播一定要听到最后。好，那么一样啊，今晚的这个，所以来今天的内容呢，谈3个部分。第一个，散户第一天进场啊，可能会如何？会用45年的这个历史记录来告诉你啊，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平均只看涨，这句话是个陷阱。第二个，今天会谈到 SpaceX 这家公司的体质到底好不好？那么我个人认为它是好公司，尤其是它的新链 Starlink 的现金流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好公司跟好价格是2件事。那么90倍的市销率是什么概念？等一下呢，讲完你也会吓一跳。再第3个，我认为也是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观察到全球的资金呢正在被抽干当中。那么被动基金被迫调仓。Alphabet Google 的母公司罕见的用股票在增资，台湾央行的数据也在示警，台湾的资金在吃紧。那么这3件事叠加在一起的话，就决定了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策略跟步骤来面对 SpaceX 的上市。好，基本提到内容都是卡尔先生个人观察、观点跟经验分享，并非投资建议，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多的参考很多人的这些看法之后，再自己做出投资决策，自己为自己的投资负责任。好，首先讲结论3句话。第一个，我认为呢，这个 SpaceX 它的长线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AI 加上航太，未来2-3年的获利成长还是会持续看好。好，所以今天这一集不是在唱衰 SpaceX 哦，好，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放在心里面。第二个，我认为 SpaceX 目前一上市的估值就在超级泡沫区了，90倍以上的市销率，加上全球的资金同步在收紧，那么短线股价上下波动，甚至下跌多一点，都是几乎是会发生的。那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啊？那么较好的策略呢，是买跌不买涨，不去追上市发行的这一段期间是耐心等到修正到10%、20%甚至更多的时候，再用自有的资金来分批承接。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融资啦、借钱买股票的朋友了，建议你还是要先把杠杆降下来，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不是看空，而是在看怎么去操作这只股票的节奏，搞懂投资机构投资人的剧本，你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等，什么时候该进场好，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要做判断的话，先要来看历史贝勒大学呢统计了1980年到2025年整整45年的时候，所有的美国股市每一只股票的 IPO， 那么结论很残酷，我告诉大家，结论就是第一天就进场去追的人，大多数都是套牢，而且股价一般在上市的半年后到1年呢，普遍是走跌的。它不是说全部是普遍那么这里呢就有3个剧本散户的3个剧本。第一个剧本是什么？第一个剧本是IPO 那当天就追进去第二步呢，就高点站在这个高杆上踏牢。第3个呢，就是含泪，最后有可能会含泪呢砍在低点。同一段时间，机构的剧本是什么？他们也是3步骤。上市初期呢，它会逢高出货那么尤其呢是在首季的财报公布之前会落袋为安，代表股价也是有可能炒高，但是他们会逢高出货。那么机构真正会怎么做？等下跌修正走完了，机构还会逢低回补，在低点再把筹码吃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吗？这2个剧本呢，是完美互补的等于说散户投资人
要是一开始就进去追高的每一张，就是机构要卖掉的每一张。好，那么就把刚刚的历史呢，这个拆成3个事实。散户首日或前面几天就进去，大多数都会套牢，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个事实是机构逢高了结，这些比较大的机构的资金呢，通常在第一季，就是它 IPO 上市之后第一季的财报公布之前就会获利出场，趁着股价拉到高点的时候呢，把筹码从强手换到弱手，就是从机构投资人换到散户手上。那么这个换手的卖压是需要时间消化的，所以一般股价呢，在上市后的半年到1年，普遍可能是走跌的。好，那么第3个事实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叫做均值陷阱。在统计学上来看， IPO 早期的报酬的平均值是看涨的，就是你把所有的 IPO 的平均起来，基本上去打新股都是看涨，都是赚钱的。但是实际上中位数是走跌的。什么意思？这2个数字怎么会打架呢？因为少数几档超级成功的大明星级的 IPO 把整体的平均拉高了，而绝大多数的公司上市初期呢，都是在收割追高的人。这个就像很多假设举个例子好了，有人跟你说，我们班同学啊，平均年薪都300万，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他们班里面出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董事长，他创业成功并且上市了。好，那其他人呢，月收入可能都4万5万。好，所以这样平均起来的话，好像都300万，可是有一个人拉得特别高啊，所以平均值会说谎，但是中位数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的个命运。你以为您会是平均值，但是大概率很可能你到时候就是中位数。好，接下来讲完这个历史数据呢，我们来解剖一下 SpaceX 这家公司的体质，看它到底值不值得1.77兆美元。先给 SpaceX 一个公道，我认为 SpaceX 是一个好生意。第一个，它有一台不断赚钱、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叫做 Starlink， 就是星链。最近12个月营收呢，已经接近200亿美元了。那么60%的这个营收是来自于星链的订阅费。那么这些订阅费呢，是周期性的，是高利润的，是可以预测的。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收入的现金流的来源的一个商业模式，而且最近3年它的营收的成长率都每年在30%以上，所以这种订阅制的生意呢，是所有商业模式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就是大家还是会跟你订，而且订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你就源源不绝的现金流。但是第二个大家要知道是，同时呢，它也是个烧钱的无底洞。为什么呢？因为它扣那个税跟利息跟折旧摊提之前的净利润叫做 EBITDA， 大约是60亿美元。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呢，它净亏损了4亿，原因是它的资本支出太严重，必须不断的向外面借钱融资。也就是说，火星的梦想很遥远，但是这些浪漫的梦想是用钱堆出来的。再来第3个就是它有超级泡沫级别的估值。才会到1.77兆美元。你把1.71兆美元除以大概200亿的营收，它的市销比，就是它的市值除以它的销售金额，接近90倍。90倍是什么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NVIDIA 目前的市销比是21倍，即便连 Tesla 也是14倍而已。所以90倍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型的标股，就是那种很小的股票。那会被乱炒的很高，才会出现这种90倍的这个数字。但是它现在却是出现在全球前10大市值的公司身上 ，SpaceX 这家公司身上。那么再跟大家讲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情，今年的2月2号，马斯克呢把 SAI 这个 AI 的公司，就是做 Grok 的那个 AI 公司，连同整个 S 平台并入了 SpaceX 里面。所以你现在买 SpaceX 的股票呢，基本上是同时买下火箭、星链、Grok 跟 S。这张图呢就是招股书里面的3大部门。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图里面有关于这个星链这一块。先来看星链这一块，黄色的呢是代表它有赚钱，黄色代表它有赚钱。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灰色呢是代表它的这个资本支出。所以呢，我们来看星链是金牛。1年呢赚了大概71亿左右。
那么发射服务呢？这里第二个，这里发射服务大致打平，好，它这不赚不赔，大概是1亿台币左右的1亿美金左右的这个获利，好，但是呢，最右边这一个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最右边的 AI 部门呢还在亏钱，而且呢，光去年刚刚财报上面写的，一年呢就烧掉18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主要就是这些钱拿去买晶片、盖资料中心，所以等于是你新链赚的钱，这边新链赚的钱，还不够，这边赔2倍，是赔新链钱赚的2倍，2倍还多，所以 AI 部门一年烧掉的钱，比整个 SpaceX 个集团赚的钱还要多2倍，所以这一次他 IPO 募了750亿，钱是要用来干嘛？很简单嘛，就写在这个答案上了嘛。你买的不是一家火箭公司，你买的是一家用新链的现金流当柴火在做 AI 的赌注。所以他赚的钱全部都投到这个，基本上都烧到 AI 相关的这个投资上。这次募到的钱大概率也都是放在 AI 相关的这个投资上。好，这个就是 SpaceX 的风险。讲完风险之后呢，我们要清楚来讲为什么 SpaceX 这家公司值得被信仰哦，不是只有投资，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个信仰。也跟大家讲一件543的，卡尔先生在以前那家公司就是专门在做低轨卫星的，所以我还蛮了解 SpaceX 的。那么为什么值得信仰？它的答案就是2个字：成本。什么是？来，我们看左边左边呢，像传统的像波音它发射一次的报价，发射火箭，然后载卫星一次报价是1.1亿美金。NASA 呢，一次任务就要烧掉20到40亿美金。火箭发射，那为什么会那么贵？重点是因为他们用的都是抛弃式火箭嘛，飞一次这些东西呢就浪费一次。这个就像每次发射就像把一个超级跑车要开进大海里面，所以它的就丢掉了，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注定了它的成本结构就注定，它的报价是一定降不下来的。但是 SpaceX 的火箭发射，你看像飞控9对外的报价大概只有7000万美元，而且呢，它一个火箭呢可以重复再利用，估计一个火箭最高可以飞到20次。那每公斤把卫星把相关的东西送到轨道的成本是这个时代是这个的1/20而已，而且整个星链计划或者 SpaceX 星链计划的卫星的发射，都是用 SpaceX 自制的火箭，包括很多人也会像台湾之前火箭发射的时候，也可能会去找 SpaceX 来做发射，所以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火箭发射，所以它成本就更低。所以重复使用这4个字就是 SpaceX 改写整个火箭发射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的护城河。那么短期之间，其他的航太公司短期内是追不上，这个就是 SpaceX 真正厉害的护城河。这个目前放眼在未来几年之内，应该也没有人能超过它做到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估值会贵到市销比90倍，全世界的钱还是抢着在买它的股票。好，那么再来我们来聊一聊好公司跟好价格，那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呢？根据历史可能有4段的剧本。第一段，上市的蜜月期，就是从第一天发售到第1周或者是到第2周左右，那个时候是媒体狂热，散户会进去追的这个时候，这一段它的股价波动最大。那你如果是散户现在进去追，你的赔率是最差的。这个时候进场不排除你如果运气不好，接下来你就变成别人的燃料。再来第2个是机构出货期，这是大家真的要盯紧的这个时候。这个历史的剧本就是大资金会在首季财报公布之前逢高把股票出脱掉。注意并不是这些机构不看好他们只是先把股票出掉来变现之后，那么获利要变现，再来呢，就是修正落底期，接下来，包含指数纳入的这个相关的卖压、获利了结等等，都需要时间消化。那么等到股价修正10%、20%甚至更多的时候，再从技术面去找比较强的支撑的买点的进场点，那个时候才是相对安全，可以做一个中长期投资的时间点。再来第4个就是信仰反弹期，这个就是一个长线的剧本。
如果它的基本面还是很看好，那么未来的2年、3年、4年等等啊，只要马斯克的身体是健康，整个 Starlink 的新店的现金流还是正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刚好股价跌升，就是很好的进场点位，因为未来价格会反弹。好，就是接飞刀的时候来了。好，所以一句话，前面这3个剧本是机构在演的。真的散户投资人真正值得投资是第3、第4的阶段，这个时候才是大家值得投资的这个时间点。好，那么现在市场上呢，他先收集了很多资料，好，跟小编收集了很多资料。现在市场上多方跟空方呢，双方吵成一团。那么他先今天呢，我们也不要说，我就平等报道，我们把多空的论点摊开来给你看。空方说 SpaceX 的这个市销率接近90倍。最近12个月还亏了40亿，所以投行的估值是建立在2024年的童话基础上，就是说你市销率90倍，基本上你把2035年到2040年的所有股票的涨幅都已经涨光了。那么 IPO 的历史的定律就排在那里，那么被动基金调仓的结构性是卖压，而且这是史上没有见过的这个重量级的级别，这是空方的讲法。那多方的讲法是说，新链呢，光新链就可以撑起200亿的营收，而且每年30%-40%的成长，税前的这个利润已经做到60亿，那都还在成长。那么火星的这个叙事的这个故事呢，就带来超越传统估值模型的信仰溢价，就是你不能用一般的公司的估值来看它，这是相信它的人会这样讲。而且呢，它一挂牌就挤进全世界前10大这个股票市值的公司。而且呢 ，SpaceX 是指数型ETF， 必须要持有，所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钱进来追它，会进场买它，就会有制度性的买盘把它的价格拉高。好，我告诉你，多空双方讲的都是事实，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这是为什么我说 SpaceX 跟 Tesla 是一样，它都是信仰型的股票。那么信仰型的股票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去讲基本面是讲不出什么结果的。所以也不要用基本面来说服自己是追高还是没有追高。我倒是觉得用技术面跟筹码面来做操作，用纪律来取代信仰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加上筹码面骗不了人的，这真正骗不了人的。因为所有的多空的这些博弈之后，它所有的东西都会出现在技术面跟筹码面。好，那么有些朋友呢，对于90倍的市销比，就是它的这个市场的估值除以它的营业额没有概念。好，这张图让自己说话啊。SpaceX 它的市销比是90在这里所以呢是 NVIDIA 的4倍是 Tesla 的快6倍到8倍左右，6倍到7倍左右。好，所以呢所以呢 NVIDIA 跟 Tesla 本身已经是全市场公认很贵的股票了，那 SpaceX 是站在这2个巨人头上往上在堆叠。所以把大家翻译一下，目前它上市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把未来很多年的成长性，股价的成长性全部都涨完了。如果是在135块美金买进，你现在买到的不是 SpaceX 的现在，你要理解你买到的是2035年的 SpaceX 的，未来的成长都买进去了，甚至是到2040年。而且还是一切都发展的很顺的那个版本。但是不是说贵就不能买，而是当你是在买一个把未来的股价都已经涨完的这个投资标的的时候，你的容错的空间就很低了，几乎为零了。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有一些利空跑出来，股价的修正可能会又快又狠，这可能你可能会面对的。如果你现在就已经追高去持有的。好，那么讲到这边呢，来分享个行动方案。我后面再用资金面的证据告诉你为什么我对于这件事情会比较谨慎。第一个要避开的就是上市初期任何形式的追高，当天就冲进去的赔率搞不好不好，除非你运气很好，刚好做短线跑掉。因为机构的剧本呢，就是等大家来追高，他才有办法出货嘛。还有呢，你今天如果是用融资，是用借钱在做投资的朋友，我觉得降杠杆再来做这个投资会比较安全。否则接下来真的发生10%、20%甚至更大的修正来的时候，如果你在之前
买入之后上涨之后没跑掉，开始修正来的时候，你呢？你手上的杠杆是绝对抱不住的，好，可能就会让你在最低点被断头，然后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卖掉之后没多久它又起涨，又看见它反弹了，好，所以你看我的投资方法就不是追高，我就耐心等它跌下来再来减，好，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好，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好，那真正要留意的是，等股价耐心等到股价修正之后接飞刀的机会，修正10%、20%甚至更多之后，好，我觉得修正10%、20%在目前这种市场状况都很正常。你只要用自己的闲钱，好，或者是做定期定额，你就不用太恐慌，好，反而就是个机会了，好，只要 Elon Musk 还健康，然后新的现金流还在增长，那么信仰反弹的剧本就会在，好，那么具体的支撑怎么抓，节奏怎么安排，接下来我在明天周一的会员频道会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好，有兴趣也可以订阅卡尔同学会来听一听，好，那么与其去猜接下来是涨还是跌，不如搞懂机构投资人投资 SpaceX 的剧本，等他们把货出完，啊，股价真的修正下来，再来进场，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方法。那么今天再来，我要分享今天最重要的第3部分，就是我认为市场最被低估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的资金正在被抽干。目前呢，全世界同一时间上，市场出现了3只会吸收资金的怪兽，在这个正在抢钱，一直在抢钱。第一只呢，就是 SpaceX IPO， 好，估值1.71兆，定价135美元，光募资就抽走了市场750亿美元。第二个是还在进行中 Alphabet 的募资。第三个，它等于是印钞票、印股票换钞票。第三个，这个是台湾的央行已经在示警，台湾的定存单不足认购，所以整个台湾的资金的警校讯号已经出现在你家门口。所以一个国家，台湾的资金这么充沛，资金都在紧张了，那就代表很多国家的资金也是紧张的。好，我在强调哦，我没有在看空哦，我只是在提醒你，在同一时间里面有3只吸金怪兽正在吸走市上的这个资金。好，那市场上的钱就那么多，这边抽一桶，那边抽一桶，整个水位就降下来。那么水位开始下降的时候，估值最高的这些股票最先容易搁浅。好，第一个我们来讲，第一只吸金兽的恐怖在于被迫2个字。SpaceX 一挂牌，本周一挂牌之后就进入全球前10大市值的公司。那么很多被动型的 ETF 追踪指数的 ETF 没有选择，他们必须要卖掉手上的股票来买 SpaceX， 好，腾出部位来买 SpaceX。好，那这已经不是基金经理能看多看空的问题。那这样子一卖下去，不排除就会让整个指数上下波动很厉害，甚至下跌。好，那 SpaceX 这是史上没有见过的这个级别，好，吸走资金吸走那么多的，所以在这个调仓期间呢，整个大盘的指数的这个波动就会放大。好，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底下这张图哦，好，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是散户买入的金额啊，你看哦，基本上是近年来少数，2023年11月以来，最大的个股的卖压，这里往上就代表是买，往下是卖，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散户卖那么多股票，是等于这2-3年来第一次，等于是散户已经提前在卖股票筹现金，要去买 SpaceX 了，连散户都知道要先把钱腾出来，所以当整个市场的钱都往一个方向集中的时候，这个就是吸金效应的具体的长相，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个大盘的估值。所以 SpaceX 上市也会影响到其他股票的状态。好，再来呢，这个台湾观众也蛮有感，像台湾的富邦人寿也参与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根据报道，他花了6亿美元。好，那这代表2件事情，第一个是台湾机构的资金已经直接参战，所以已经不是这个，即便你没有投资 SpaceX， 你如果有买富邦金，或者你有他的人寿保险或者等等他的服务，那也跟你的保单、跟你的退休金，背后的资金池已经跟 SpaceX 绑在一起。第二个，这一类寿险的资金的属性是属于长线的，他们可能一放就放10年的剧本在玩，跟一上市你就想要去抢它、抢短线，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游戏。好，所以同一张股票，机构玩的是10年的局，那您玩的可能就是7天
10天、14天。好，用10天的耐心去玩10年的局，输的通常是比较没有耐心那一边。好，那么再来第二支呢的吸金兽是个非常反常讯号，就是 Alphabet， 就 Google 的母公司。它为什么反常？它本来手上现金都很多，就是一个超级会制造现金的公司。好，最近却宣布要用股票新发股票去募资800亿美元。好，它不是发公司债哦，它是直接发股票增资哦，印股票换钞票哦。那么波克夏就是巴菲特的公司，也直接认购了100亿。那么为什么满手现金的公司要伸手要钱？我们看第三个数字，这里，因为今年光 AI 的投资，它就花了1850亿，钱烧太快了。好，他现手上现金流失的速度，连库藏股都做不动，他就没有办法去支撑库藏股了，所以股权会反而被稀释。所以这一页的重点不是要跟他讲 Google、Alphabet 要再跟他要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讯号，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现金最多的公司都在跟市场伸手要钱了。所以全世界的流动性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被抽干的。所以好，在讲的是整体的流动性的问题，资金流动性的问题。我们再回来看台湾，台湾的资金呢也正从3条管道被抽走。第一个是电子供应链的扩产，因为 AI 硬体的需求大爆发，所以台湾厂商拼命的扩产买设备，那就要跟银行要很多的周转金，跟融资的额度大幅提高，跟银行借了很多钱。第二条，券商龙头的连带，台股最近这一段时间每天的成交值随随便便破1兆，那么券商为了撑住台湾的融资融券这个超级的这个资金池，纷纷呢都跟银行做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贷款。那么第3条是什么？台湾的散户还在就是还开杠杆，不管是房贷、车贷、信贷，再把买来的 ETF 股票拿去质押，好，4代同堂，好，多重杠杆开好开满，好，那等于说也从银行搬钱出来，所以这3条水管都同时在抽一个水塔里面的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造成台湾中央银行5月份的定期存单减发，他要对市场释出2700亿的资金，代表市场资金水位很紧。好，甚至台湾央行364天定期存单出现不足额认购，代表市场上的资金不够，代表整个台股市场上的资金正在收紧。好，这个是数据哦，这不是感觉。好，那么再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3个基金兽，台湾央行再讲一个第4个警讯。刚讲的这个，第一个，台湾央行的隔夜拆款利率正在走高，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借1天的钱，借1天的钱的利息应该不高，当借1天的钱利息都在走高，就代表过去那个游资很泛滥、钱多到没地方去的时代已经结束，正在结束。在台湾的市场上是这样子。第二个是5月央行的存单减发，被迫向市场释出2700亿的流动性，还有刚刚讲的364天定期的存单出现不足额认购。翻成白话就是银行手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闲钱可以存回央行。好，那么前面讲的这个扩产融资啊、券商连带啊、散户开杠杆都同时在抽水。好，所以最后呢，台湾央行罕见的提出警告。好，右边这个黄色框框，你现在还有借钱在买股票的，融资在买股票的，好，抵押东西在买股票，一定要看这一个。好，这一个红色框框，好，开杠杆的人看3遍。如果高波动的修正来临，这是台湾央行讲的，不是我讲的。你开多重杠杆，房贷加信贷加股票质押的散户会首当其冲，大概率你会抱不住。央行已经公开在示警这件事情，好，还在借钱，尤其是借很多钱，车贷、房贷，然后各种贷一起来的，消费信贷一起来的，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好不好？央行已经在示警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是台湾央行的这个公开的贴文直接放原文给大家看，这不是我随便讲，不是卡尔先生随便的吓人，是台湾的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提醒。当央行他说股市太热股市太热，央行都这样讲
当央行开始用这种方式对散户在喊话的时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通常不会是行情又什么大涨的起涨点，好，而是你的风险意识要开始有的时候。好，那么当然，你觉得现在只有企业在抢钱吗？没有，好，还有在抢钱是什么？是政府。好，今年全球政府上半年就发债了5040亿美元，创下上半年历史纪录，超过了2020年。好，就是超过了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不断撒钱。好，那时候不断撒钱，不是跟市场借很多钱吗？结果现在借的钱更多。好，现在没有疫情，发债的量更大。那把这一集刚刚讲的全部东西放在一起 ，SpaceX 抽750亿啦，Alphabet 再抽800亿啦，全球政府在抽5040亿啦，然后台湾的扩厂还有杠杆资金都在抽钱，所以全球的钱并没有变多呢。好，那但是大家都在要钱，所以整个钱的水位现在是正在下降的。这是这一集我在讲是说，短线股价出现高波动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整个资金流正在缩减。好，那么最后这2页呢，就跟你手上的部位的关系就非常大了，一定要听一下。好，这张图呢是把标普500拆成2个版本。好，什么2个版本？好，从3月31号开始。好，3月31号开始，大家记得吧？4月1号开始股票都一直涨，对不对？好，来，好，我告诉你，从4月1号、3月31号开始，好，到6月5号最高点，好，这个通通都是涨 AI 类股。好，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涨以来，整个 S&P 500涨了 7.34%， 但是你只要去掉 AI 之后，基本上它是没有上涨的。好，就从3月1号这一天，好，开始上涨到现在，去掉 AI 类股，整个 S&P 500是没涨，基本上都在涨 AI 类股。好，也就是说这一波从3月初以来行情就是 AI 类股出来的。好，那你再看6月5号那一天，好，S&P 大跌 2.6%， 但是把 AI 去掉之后呢，好，几乎什么东西都没跌，所以也都在跌 AI。这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市场的涨跌都是 AI 题材，都被压在同一个题材。那么 SpaceX 上市之后，等于是往这个高度集中的火药库再丢进一个 1.77 兆的炸弹。好，那这个集中度本身就是风险，所以鸡蛋不要只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好，而且现在篮子还挂在同一个钉子上。好，再来最后一张图也蛮重要的。好，来这张图呢代表什么？代表散户在美股的成交的占比。好，美股大家有个概念，美国股市最主要是机构投资人，散户投资人少。好，可是现在呢，已经散户参与每天的交易量已经到了 20% 了。上次那么高的时候是在2020、2021年，就是那个时候民营股最疯的时候，很多的那种民营股嘛，名不见经传的股票，没什么基本面的股票暴涨。好，那么上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后来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好，2020年、2021年发生什么事，我就不多讲。啊，现在又来到这样的一个散户热情的最高点了。好，那么到了我投资做公益的时间呢，后面还有干货哈。非常感谢左边的 Starkey 啊，中间的 Race 跟右边 Eric 响应卡先我投资做公益。那么也非常感谢左边的心仪啊，还有我自己最近有捐钱给这个在新竹市的这个爱恒社会福利协会，他们在帮助曼菲尔的啊。那他们有个曼菲尔工厂，那曼菲尔可以自食其力，然后再给他们一点补助，这样好。那么他现在也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啊。做公益会让你的投资更顺利，因为你的每一个公益、每一个善行背后都会帮你累积很多的福报。那你知道吗？你股票要赚钱，除了学习投资理财知识，除了会看盘，除了这些技术分析各种东西之外，你还有福报，你才能长期都会赚很多钱。好，这真的很重要。好，真的很重要。好，那么如果要参加我投资做公益的朋友，欢迎你呢，在捐钱跟捐物资之后，可以透过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把你的收据传给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好，一直我投资做公益。好，来到了，今天有一点时间了，来做一下 Q&A。刚好有一些观众在提到问黄金跟白银的事情，因为黄金白银这段时间跌的比较多，然后好像就在那边一直震荡，好像不太会涨。那几位朋友就留言问我的看法。来，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是我在今年2月2号会员频道发表的。
那一天呢，刚好那一两天刚好黄金白银大跌，白银一天跌到30%、40%。好，那个时候我就发表我对于接下来的看法。好，还有包括191集，好，会员朋友都可以回去翻。好，那个时候我就发表对于后面黄金白银后续的看法，后续怎么看？嘿，我告诉你，结果还真的被我讲中。好，那个时候我不是放马后炮，那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可能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结果被我讲中。来，我那个时候讲什么？我再讲一次啊，我再讲一次。我们先来看这是白银的这个 K 线图啊，白银的日 K 线图。好，那个时候在白银暴涨的时候，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确定一下画面都有哈，确定画面都有，稍等一下，确定画面都有，好，画面都有，好，那个时候呢，在白银呢，在去年下半年疯狂上涨，尤其是11月这一段暴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就发生美国期货交易所的实体白银库存不断被挤兑，上海的期货交易所库存不断被挤兑。好，那个时候呢，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调高保证金，就开始在打压黄金跟白银的价格。我在会员频道就提过这个事情。好，那么当时我就有提到，好，对于交易所而言，对于背后的这个黑手而言，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交易所里面的库存被领高的。可是散户投资人又疯狂一直要实体黄金、实体白银，好，所以对他们而言，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拉高之后把价格打下来，然后再拉高，再打下来，再拉高，再打下来，然后在那边震荡，一直震荡。好，然后呢，新闻上呢就没有黄金、白银什么好消息，就没有什么好多的消息，就可以让很多什么，让很多把震荡的时间拉越长越好。好，因为散户最欠缺就是耐心，就可以让很多的散户投资人对于黄金跟白银失去耐心，这样才会避免全世界很多的散户投资人去挤兑实体的白银或实体黄金。好，我那时候在频道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好，但是你看基本面，未来3到4年、5年里面，实体白银持续短缺的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长期而言还是利好白银的价格上涨。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建议观众是用你3到5年用不到的钱去买实体白银或者是实体黄金，而且你买入之后要持有5年以上。如果你买入之后不愿意持有5年以上，那我建议就要持有5年以上，好，就建议不要买嘛。我当然没有说建议不要买，但是我建议就要持有5年以上。好，然后呢，买入之后就不要去管它价格上上下下震动。我有没有这样讲？我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好，因为主力会不断的打压价格，拉上去它就会打下来，拉上去打下来，拉上去打下来，拉上去打下来。好，你如果不是用闲钱，你是借钱，或者你的部位投资太大，或者你没有这个耐心，你看到价格在那边波动，好，你就会受不了。好，那个时候我有分享，还有一种朋友我知道你喜欢做短线，所以我说做短线，好，股价跌到一定的这个区间里面，好，我就顺便讲一下形态学好了，好，这个区间是怎么来的？当初我就有讲，它股价修正到这边，这里有一个点，好，然后后来股价又修正这边，这里又一个点，好，每一次修正下来往上涨，就画出几个点，这几个点呢，你把它拉起来，就会成为一个支撑的区间。所以做短线的人呢，只要股价有到这个区间，遇到它反弹上涨的时候，就可以做短线进场时间点。那时候我连短线进场都有跟会员朋友讲，好，都有跟会员朋友讲。好，那么当然在这些点位，越低越好，也会是想要长期持有实体黄金，想要长期持有实体白银很好的加码点。好，这个都是我在频道里面都有跟大家讲，好，不信都可以回去翻一下，好，这个经得起考验，我都是这样讲的。好，再来我们来看看黄金，这是黄金的日 K 线图。好，那么先说一个基本面的问题，新任的联准会主席上任之后，如果真的继续缩表，收缩美元的流动性，
确实会影响到全世界美元流动性。很多的国家，他手上的美元如果没有那么多，他只能被迫卖出黄金。比如说前阵子在讲土耳其，可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没有钱啊，只是那些没有钱的国家，他只能把黄金卖出来。好，但是我看到是中国还有很多国家，我看到是趁着黄金价格跌到相对低点的时候，好，低点的时候，他们是在加大买入的数量的，他们是加大买入的力道呢。好，那长期的宏观基本面，只要美国的债务是越来越多，好，那美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能得到很有效的改善，那黄金的多头就可能会消失。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的话，还有美国跟许多国家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不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这一点也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好，那么去美元化的趋势就不会改变。那么去美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的话，各国持续买入黄金的趋势就不会改变。好，那黄金持续长期上涨的趋势就还不会改变。当然，我刚刚讲那个趋势，刚刚讲那几点，只要改变了，那黄金上涨的趋势就改变，就可能会从看涨变成看跌。好，所以我当初讲的一样，是持有你总资产10%到15%的实体黄金。好，而且我说的是实体，不是纸黄金，不是 ETF， 不是期货哦，不是这些东西哦。好，然后我也要说，你要用3到5年用不到的闲钱来买，不要去借钱来买，而且买入之后你要持有5年以上，而且跌越深反而是越好的买点。好，那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讲，我那个时候有说有一个区间就是好的一个买点。好，所以当黄金价格下跌的时候呢，就是在考验你有没有做好你资产配置的时候。好，还有就考验你对持有实体黄金长期价值的认知是否正确。好，如果看到价格下跌就会恐慌，就会失去信心的人，代表你不懂黄金，你不懂实体黄金，你就很难耐心持有。那对于真正懂实体黄金的人，价格跌下来反而就是他们要继续加码的好时机。好，所以不要看到价格下跌就慌，不要用杠杆，不要借钱来买，或是重压。好，长期而言，我刚刚讲那些因素如果还没改变，实体黄金的价格短期还是可能这边震荡，还继续往上杀都有可能，但是长期大概率还是持续上涨。而且实体黄金还有一个保险的功能，万一发生什么你想到的鸟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实体黄金会暴涨。好不好？这个是回答刚刚那几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好，再来呢，最近一段时间的盘势的变化是很大，为了要帮助卡尔同学会的这个同学能够更好的来做应对。好，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在卡尔先生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做到每周啦，但是如果没有做到每周，请大家多多包涵。什么意思呢？我接下来开始会在每周日晚上，会特别在针对于卡尔同学会的会员加开一场直播，用技术分析或形态筹码的角度，结合基本面来做盘势的分析，或者做一些投资标的的这个技术跟筹码的形态的教学，技术面的教学。所以等一下晚上10点呢，就会进行第一场，这一场我们就会来更深度的讲黄金、白银跟台股的一些标的，好不好？希望能够真的帮到大家。好，那么这是加量不加价，特别给会员的。明天晚上9点的会员直播仍然照旧，等于是以后会多了这一场。以后就多了等于是特别赠送给会员朋友的，额外加量不加价的。好，那么比如说，我就有看到一个这个来，台积电呢要到屏东去设厂，要建立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动的园区。那我们的赖清德赖总统，包括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家都有参加。那这个其实呢，现在台股呢就很流行这个怎么说呢？炒一些题材，然后加上量化交易。所以卡尔先生确实有看到一些短线的投机。我先说，虽然我个人是比较不会做这个短线投机，可是我确实有看到一些短线投机的这个机会。短线投资的这个机会。那么我接下来也会在
会员频道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手痒，他可能有长期的部位，他还是希望做短的，因为看股市这样一直涨，他都没跟到，他也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也会来分享这一块。那么，就欢迎大家加入卡尔同学会会员频道，1个月呢才1份牛排的钱，好，就可以帮助大家在投资路上趋吉避凶。好，今晚直播就到这边，祝大家健康、平安、财富自由，大家晚安。